秀吉死后，丰臣家的视频获得的效果好于预期。看来我的观众中对严肃的考据分析和重大事件谋划布局有兴趣的硬核爱好者也不在少数，所以我把这个内容扩展成了一个系列，也就有了后来的秀吉之死视频，以及今天的丰臣家最终结局。我并没有采用基于德川幕府核心记录的通说，当然也没有采用野史，而是认为同作为核心史料又有争议的情况下，采用官方正史记录形成通说和保留其他可靠假说的讨论是同一个科学方法的一体两面。而且天皇家族的核心记录以及毛利家、上杉家、前田家的核心记录真的应该放在德川幕府的核心记录之下吗？我不这样认为。因此如果还没有看前2集，建议先按顺序回看秀吉部分，了解这部分记录和我采用的假说。本期视频将不再重复前2集提到过的记录内容。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有信源有思考的历史演绎频道，记得点赞订阅哦。日本爱好者之间对秀赖后代讨论的爆发出现在大河剧《江》战国公主们的播放过程中，尤其是秀赖的儿子在大阪城的木马上玩耍，然后被秀赖扛到肩上的剧情出现之后，因为《江》这部大河剧从一开始就摆出了支持战国女性地位新说的姿态，也不畏惧破坏演员的形象，他所采用的很多剧情都会在爱好者之间引起讨论。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江所主张的战国女性的定位，在严肃的史学界已经取代了旧的通说，这是一部很认真的作品。这部分内容可以回看我之前的战国时期的爱情视频。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秀赖的儿子们真的很少会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不过秀赖确实是有子女的，只是对秀赖子孙是否活过大阪夏之阵有疑问，现在还没有通说。对此，共同体现在的回答是，秀赖有儿子幸存的可能性远大于被灭族于大阪夏之阵。关于秀赖幸存下来的后代，毫无争议的就必须要说到国松了。上面大河剧江的剧情中被秀赖抱起来的就是他。大阪城即将陷落之际，千机希望劝服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保留电击茶茶和丰臣秀赖的性命，于是冒死出城。将在这个剧情中，千机带着一男一女，分别是秀赖的长子和长女，也就是国松和天寿尼。五边杂记里面说，此时国松已经元服，取名为秀胜。谁还记得这是丰臣家第几个没有活过10岁的秀胜？德川家的记录说，直到大阪夏之阵结束，家康都不确定秀赖是否有子嗣，只是知道秀赖和千机之间肯定是没有子女。因为千机这层关系的存在，家康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会不知道丰臣家有继承人的情况，毕竟当时出嫁的公主本身就带有间谍性质。可是大阪之阵后期，金吉家发现了初姬，也就是前景三姐妹的二姐，偷偷收养了秀赖的女儿天秀尼。德川家康才反应过来，可能千机的忠诚早就倒向了丰臣家，慌忙向朱大明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寻找秀赖的儿子。国松之前也同样被出姬偷偷收养在若狭国很长时间了。根据大阪镇口修安多的记录，关原之战后，电击茶茶知道丰臣家将来很可能被灭族，为了保留丰臣血脉，他带走了怀孕的秀赖的侧室成田武兵卫之女，他怀着的这个孩子就是国松。国松从出生开始就被出姬收养，丰臣秀赖和国松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大阪东之阵爆发，茶茶告诉出姬说，如果有被发现的风险，你就给国松一个小船，让他自己顺流而下去找个农家收养。出姬感觉茶茶已经疯了，后来出姬自作主张把他藏在金吉家的道具箱里带入大阪城。茶茶虽然大发雷霆，但是来都来了，还是让他和秀赖相认。大阪东之阵也和谈结束，电击茶茶、丰臣秀赖、国松、主生3人享受了少数日子的团圆之乐。这段时间里，茶茶一直把国松的船安排在自己的寝室里。大阪夏之阵，大阪城破之前，秀赖与国松喝了一杯诀别酒，然后在包括乳母在内的4名随从护送下，国松逃出城去，其中一个是大野志房。由于大野志房护送丰臣秀赖的儿子逃出大阪城的事情，有多种史料交叉证明，高度可信。现在一般认为这段记录真实发生过的可能性更高。这个记录里面电击茶茶的形象是能力不足以与乱世枭雄们斗争，但尽己所能支撑丰臣家，可以说很让人动容了，让我想起了某部电视剧里面塑造的老佛爷形象。之后的故事比较明确，在国松一行人逃到金桥口附近时，随着一声巨响，他们回头看到大阪城鲁在火海中轰然倒塌，丰臣秀赖、电击茶茶以及国松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放火自杀。之后逃跑过程中，包括乳母在内的2名随从为了保护国松顺利逃跑而先被抓捕，但到了5月21日，国松一行人也被抓捕。23日，国松被送到京都6条河原斩首示众。曾经秀吉的侧室之一金吉隆子回收了国松的遗骸做法供养。另一个可以确定的秀赖的后代，就是上面提到的大阪之阵中被千机带出城，然后被出击保护下来的天秀尼。
后来天秀尼的存在被家康发现的时候，千机认为自己没有做到劝服家康和秀忠至少保全电机和秀赖性命的承诺，愧疚之下对家康说，请让我养育这个孩子，让我做什么都好，无论如何请至少让他活下来。于是家康允许他收养天秀尼。1年后，由天秀尼自己向家康提出要求，去东庆寺出家。这些都是德川家自己的记录。这套操作实在是过于露骨，即使是德川家记录中整齐划一地说天秀尼是秀赖与侧室所生，与国生同母，但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爱好者之间，都有很多人认为天秀尼应该就是秀赖与千机的女儿了。天秀尼出生的1608年，德川取代丰臣的历史进程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秀赖和千机可能决定隐瞒他的存在，收养之后再出家。这种操作无非是因为之前千机的行为过于直白，而以这种方式提醒知情者，出家之后就不算丰臣家的人了，你们最好识趣点，不要死缠不放。不过因为无法保护电击和秀赖而愧疚，收养了秀赖与侧室的女儿，我倒是觉得也是合情合理，个人还是更相信德川家的记录。后来的天秀尼主要在东庆寺和上野满德寺活动，主要做离婚调解和帮助女性主持断缘法事，相当于当时的离婚认证。在他的经营之下，东庆寺渐渐发展起来。有些记录中提到的东庆寺中心大和尚，一般认为指的就是天秀尼。无论是秀赖与侧室所生，或者真是千机的女儿，肯定的是她是秀赖的女儿，所以到大阪之阵为止，丰臣本家的血脉尚未断绝。不过天秀尼年仅37岁就去世了，10岁左右就出家的她自然是没有后代的。那么秀吉的丰臣本家确实是物理意义上断绝了。真的断绝了吗？还真不一定。根据细川家的家族收藏，当时德川家给他们的寻找秀赖儿子的命令信件原文是：急令寻找丰臣遗族，秀赖宫现有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一个7岁的儿子，下落不明，请诸国大名协助搜寻。首先，当时国松应该是8岁，而且就算按照后来公布的，已经将丰臣秀赖的长子国松斩首，那么他也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德川家当时只能从千机和出之那里打听情况，所以被骗了，发出假命令。不过视频开头所说的共同体主张的秀赖有儿子幸存的可能性远大于在大阪之阵被灭族，指的就是有一位很可能是国松的弟弟的男人，他就是江户时代的高僧求彦上人。根据本朝高僧传和续日本高僧传的记录，求彦上人是一位长期在江户真上寺修行的高僧，晚年移居到山城福建一带。到他80岁圆寂过程中，弥留之际，他半自言自语半对弟子们交代后事的说道：我就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弟弟啊！当时大阪之阵有人跟我说灯下黑，把我送到江户潜伏。我进真上寺修行了好长时间，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心中也坦然了。本朝高僧传和续日本高僧传都是不输给正史记录的高度可信的史料。如果求彦上人真的是秀赖的小儿子，那简直是灯下黑做到了极致。要说真上寺的另一个名字的话，那可是德川菩提寺。作为真上寺里的高僧，他必定是经常与德川家的各种大人物见面。当时他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的日常生活又会不会在德川家的家族寺庙里为丰臣家的亡魂们供养超度呢？实在是很难想象。求彦上人算得上是过了比小说更离奇的人生了。至此，我做完了丰臣家结局的3部曲，包括秀吉之死、秀吉死后丰臣家，以及这一集秀赖之后的丰臣家。将来我还会做其他的关于丰臣家结局的记录和假说。但我想以史料可信度而言，将来的内容是不太可能超过这3集我所采用的史料了。诚然，我知道这3集中有很多内容对我所发布的这些平台的战国史圈子而言很有冲击力，也收到了不少非议。但正如视频开头所说，我的观众中对严肃的考据分析和重大事件谋划布局有兴趣的硬核爱好者不在少数，这给了我动力写完这个系列的文稿。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中自嘲为扫雪工，总要有人做这些事，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是的，总要有人把这些更严肃的讨论带进来，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有信源有思考的日本历史演绎频道。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